要说客厅争议最大的电器，电视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如果你要买电视，网上一群博主跟你说，现在电视都没人看了，花大几千买个摆设，还不如换成投影看大片。但普通人要是信了，就等着踩大坑吧。因为买不买电视，完全是要看你的家庭需求。那些说电视不好的，往往只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他确实不看电视的，电视的娱乐方式对他毫无意义。第二种就是为了带货投影仪，不从需求出发，无脑贬低电视的。实际上，电视跟手机一样，它真的是普通人能够接触到为数不多的低成本娱乐方式了，而且还能做到家庭集体娱乐、零成本带娃等等。所以说，在我看来，电视依然是普通家庭的刚需家电，还是客厅装饰的 C 位。至于怎么选，只要记住以下9点，保障你不交智商税。1. 不买激光电视，除非你家是大别墅、大平层，买它完全就是为了颜值，平时看它的时间也少。激光电视说穿了不过是个短焦投影仪，抗光性差，亮度低，以前你选它还占个大屏优势。但是现在液晶电视大屏技术早就成熟了，不论是清晰度还是抗光性都吊打激光电视，价格还便宜一半。试问你还有什么理由去买它？2. 尺寸买大不买小，只要不超过预算，屏幕就往大了选，肯定没毛病。屏幕尺寸越大，观影的沉浸感越好，这就和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除非你是出租房，不然至少75寸起步，85寸的更理想，尤其是装修客厅，把电视当作装饰品的。你可别忘了，电视上墙后的效果还会显小一圈。3. 内存越大越好，电视和手机一样，也是有内存的，不想越看越卡顿，内存就往大的选。电视内存一般会看到2个数值，单位都是 GB， 前者是运行内存，关乎到电视的流畅度，后者是存储内存，决定了能往电视里装多少软件。普通家庭选个2+16GB 的就够用，有特殊要求的建议选4+64GB 的。4. 分辨率不选 8K， 电视分辨率认准 4K 就可以了，预算再高也没必要选 8K， 原因很简单， 8K 片源少，买了也是浪费。还有网上一堆教如何分辨真 4K 还是假 4K 的攻略，什么真 4K 是 RGB 红黄蓝3色组成，让你打开手机去检测，其实都是扯淡，你听听就算了。现在只要是个品牌的 4K 分辨率都是标配了。5. 色域认准广色域，电视的色域越高，色彩就越丰富，但是作为普通人很难用肉眼去区分一台电视机成像色彩的好坏，所以你只要记住 DCI-P3 这个标准就行了，一般达到 96% 至 98% 范围的就是广色域电视了。6. 刷新率认准真高刷，它表示的是电视机每秒刷新画面的次数，刷新率越高，画面越流畅。如果平时就是追剧、看新闻，选60赫兹就可以了。如果喜欢玩游戏、看大片，就选120赫兹以上的。但需要注意的，有些电视的宣传页会误导消费者，一般会写着极速刷新120赫兹，或者一键开启120赫兹刷新，基本都是假高刷，是需要牺牲画质来实现的。7. 峰值亮度越高越好，顾名思义，就是一台电视能显示的最高亮度，它的单位是尼特。记住，电视的峰值亮度是为了提升画质和干扰能力的。低端电视的亮度普遍在200-300尼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想在光线好的环境下观看也不受影响，至少选500尼特以上的。中端的一般都是在1000尼特以上。8. 电视音质不必太纠结，不得不承认，高端电视的音质确实优秀，一般都带有杜比全景声和3D 环绕声效，但价格也贵，普遍都在7-8千元以上。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多花好几千块就为了一个音质，实在不划算。所以不如选个普通入门级的，再花几百块配个回音壁，也能实现电影院级别的影音体验。9. 不买假洋品牌，现在的电视技术不比从前，特别是国产品牌的崛起，性价比真的遥遥领先，3000出头就能买个75寸的，不论是配置还是参数上也绝对不错，比如 TCL、海信、创维都可以闭眼入。当然，如果人傻钱多，也可以选索尼和三星，除了溢价高，其他都挑不出毛病。但东芝、松下、飞利浦、夏普这几个假洋品牌绝对不要碰。不可否认，作为家中必备的大家电之一，油烟机对厨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很多家庭都很舍得在上面投入。其实，在我看来，这种产品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本质就是一个电机加上一个外壳。但是，市面上的油烟机不仅种类和款式众多，而且价格也是参差不齐，如果不精挑细选，很容易被收割，交了智商税。本期小东就结合我家换过3次油烟机的选购经验，给大家总结了5不选原则，来告诉你
到底哪几种油烟机不值得投入？一、顶侧双吸新型烟机，不建议选。什么是顶侧双吸油烟机？简单来说，它就是结合了顶吸式和侧吸式的升级款，得益于7字形的外观设计，一台机器配置了2套动力系统，既有顶吸的效果，同时又具备侧吸的功效。虽说顶侧双吸烟机确实在排烟性方面有所提升，但我还是不建议大家选，因为用过就会知道，这种新款烟机是噱头大于实用。首先，上面的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侧吸口距离燃气灶位置比较近，基本上油烟到不了，顶部就被吸走了。其次，顶侧双吸式烟机工作中产生的噪音要比其他类型烟机要大，很影响使用时的体验感。另外，顶侧双吸烟机搭载的是2个风道，机器内部设计也较为复杂，不仅增加了故障率，而且产品自身价格也很贵。综上所述，站在实用性的角度以及使用成本上来看，都不值得投入。2、价格太低的集成灶，不建议选。集成灶确实是个好产品，单从吸油烟效果上来看，它几乎能做到满分，因为它在排烟口的设计上离烟灶最近，而且走的还是下烟道，基本上在烹饪过程中闻不到任何油烟味。同时，它还结合了多种厨房电器的功能，比如除了基础的烟机灶具外，还配置了蒸烤箱或者消毒柜等功能。但是不得不承认，集成灶这种组合式厨电产品也并非完美的，特别是市场价格偏低的产品，大多不是模块化设计，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零件不小心坏了，很可能就会导致整个机器的瘫痪。此外，这种组合式的厨电产品确实没有独立式的产品效果好。如果想把吸油烟、蒸烤、消毒等功能都做到位，那它的价格注定不会便宜。所以说，如果预算只有几千块的话，劝你还是不要考虑集成灶，买回家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添堵。3、吸力太小的油烟机，不建议选。油烟机的本质工作就是吸油烟，如果一台油烟机的吸力太小，油烟吸不进，那不只是厨房，就连家里的客厅也会变成油烟重灾区。因此，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油烟机必须要选大吸力的，别管它是大吸力还是瞬吸，只要能保证快速增加风量和风压，以最短的时间将爆炒过后的油烟带走就对了。小东建议大家在选择烟机的性能上，首选排风量不小于18立方米每分钟，瞬吸风量要大于22米每分钟。此外，还要有足够的风压，避免烟道油烟倒灌。原则上，高层10楼以下风压大于300帕，高楼层风压越大越好。4、噪音太大的油烟机，不建议选。其实，衡量一台油烟机是否值得投入，除了要看风量和风压以外，烟机的噪音值这个性能参数也很重要。毕竟，在烹饪的过程中，如果烟机工作时的声音太大，势必会影响到心情。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想每天下厨做饭时都被油烟机发出嗡嗡的噪音声困扰。因此，好坏油烟机在这方面的关键性区别不只是电机，性能优越的油烟机在满足大吸力、大风压的同时，还会把烟机的噪音值控制在60分贝以下。显然，这种性能的油烟机更值得投入。反观，如果油烟机的噪音值大于65分贝，甚至超过了70分贝，那就不建议考虑了。5、附加功能太多的油烟机，不建议选。上面也说过，油烟机这种产品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只要风量和风压能达到效果，就能满足基本的使用需求。现在很多油烟机厂家为了卖高价增加产品利润，不仅升级了更高级的面板材料，而且还配置了很多华而不实的附加功能，比如说什么油烟自清洁、挥手感应、语音控制等。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可有可无的附加功能在日常使用上很少会用得到，多数都是营销噱头而已，并不实用，而且功能越多，价格越贵，后期的故障率也就越高。因此，建议选购烟机时，只要关注风量、风压、噪音和瞬吸等几个关键指标就足够了，没必要为了那些鸡肋的附加功能买单。好了，以上就是小东为大家总结的油烟机5不选原则，希望能帮助大家避坑。其实，选购油烟机也没那么复杂，不管是顶吸式还是侧吸式，只要性能参数达标，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就算是1、2千的机器，那也是值得投入的。